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啊。那么前几天呢，这个中国呢对长桥证券、富途证券还有老虎证券这三家公司呢，在中国呢进行就是说非认可的没有许可的这种跨境的这种服务，那么进行了一个惩罚，进行了一个监管。那么很多用户呢就很恐慌。那么网上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把这个账户开到纯粹美国血统的盈透证券还有嘉信理财这两家公司。那么我呢今天这个视频呢就针对这个事情呢再进行一个讨论首先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如果你是纯中国身份资料的就是说你的税务居住地是在中国，你呢工作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你也是中国护照，你也没有其他海外的居留那现在嘉信理财还有盈透证券呢，这些公司呢，他们也明确的对这一类用户呢进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那么很多人呢，他就想动点小聪明，对吧？他说我去找这个 PS 高手PS 一些材料去申请这类账户那我劝你就不要这么做就这些人，我觉得劝大家真的不要这么做因为就是这些头部的这些公司，你像盈透、嘉信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有很长时间了这些公司他们都有非常完善的风控模型就包括你什么 IP 地址登录你的资金转入的账户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你的这种习惯，它有这种很成熟的风控模型虽然短期来讲就是如果被发现了最多就是拒绝，或者说未来给你很短暂的你使用了一段时间，它就给你关掉你的账户但是呢，长期来讲，其实就是你的这个资料就在这一套体系里面就是等于是黑名单了就未来你万一哪一天对吧，你就比如说你移民了，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了，或者说未来他们开放了业务了，那你就永远在这个黑名单里面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一旦发生这种问题呢，你的资金也会有风险就资金你要就是把你关户了，那你要把资金取出来，这个取出来到时候就会很麻烦就会很麻烦。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海外身份有海外居留，但是呢，他是长期住在中国的，他也是中国的税务居民那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像很多人他有这种什么泰国的养老10年的这种长期的签证或者说马来西亚的这种什么第二家园或者说像西班牙的非盈利或者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这种居留那么他们有这些居留，但是呢，他不是在那些国家居住183天以上的就是他的工作或者说赚钱就各种东西，他还是在中国大陆的还是在中国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事实上他注册这些账号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事实上他还是属于中国的这个用户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用户呢，这些系统呢，就这两家公司盈透和嘉信呢，就比之前的那我说的纯中国的这个要好一点。但是呢，它的风险就在于什么？就在于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它可能一直叫你去进行一个身份的更新、身份的确认那么有的叫你就要核对你的税务的问题，因为他一旦发现了你的税务问题，就觉得你这个人，就像我现在都能说得出来，那这些公司必然知道有几种
情况是吧？他就会叫你更新你的税务的问题啊。那如果他发现你这个税务不是在这个你注册的地方的那么这个就会触犯到一个反洗钱的一个条例这就是全球反洗钱的这个条例。那么你的账户就会有风险那你的资金到时候也是个麻烦的问题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谷歌公司 YouTuber 因为过去大家在这个油管上开账户就是随便你乱填的，就你今天只要有一个海外的银行卡，你就可以，你人住在中国，你也可以做这个运营，然后你可以收钱。但是后来呢，谷歌它就开始严了，它就是完全的它就要你注册一个账号，你就要提交这个地方的税务居民的这个信息就等于是你要去申请一个你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税务居民，要到税务局去申请，而且他每年都要叫你更新那未来呢，我觉得就是像这些券商，那么随着这件事情如果就这么结束了，对吧？就是那这些券商可能也就没那么频繁的去干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就这么结束他就是每年他都要开始来这么，就中国他每年都要这样子来检查来监管的话，那么这些券商的压力会很大的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觉得这种美国公司完全不在中国发展业务，和中国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为什么要去遵守中国的法律呢？是吧？那事实上呢，就是这些公司呢，他们的这种历史他们这种公司的名誉这种信用，它就是一个就是说，要给大家有这种安全的这种感觉，对吧？因为这种金融公司，你越是大的这种金融公司，那大客户去把更多的资产放在他那里去，说白了去这个理财他就是要的是种信用，要的是种安全那中国这个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对吧？他不可能说他去违背一个，就是明明让人家觉得这个公司是违法的，是这个，就是最多就是说你这个法律现在制裁不到我，对吧？那这个他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因为这种给人家的感觉，就给那些就是大的这种客户会造成这种非常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这种违法的操作那你在其他的问题上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对吧？就像那个富途和老虎这些公司，其实他们呢之前他们也有这种销售什么就会找到你就给你。其实他就是在微信的这种群里面他就不停的拉一些新人，然后呢他就说的很隐晦但实际上就是让你去开户让你去他那里开户，是吧？那确实呢，这些呢他们是触犯到了就是中国他立下的这个法律法规而且呢可能他们觉得就是这个微信群里面就说的隐晦一点应该也没事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这种微信群里面，就是你这种关键字他们都会有报警机制的就可能就是这种多了，对吧？那么封杀什么，最后反正就是搞到，我认为就是搞到了，就大家都知道了嘛，对吧？再加上就是互联网就是这种。国内的这种平台你像什么小红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那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还要去录视频去到处发呀，对吧？那搞的就是就不监管不行了，对吧？就是这已经是摆明的那管理这个事情的人，他如果不出来管一管，那他的这个职位也不保因为这个事情等于是公开的都在这么操作。那所以呢，也是因为像这些公司呢，它有一些这样的操作
虽然我觉得你像富途和老虎，他们的资金是不会有问题的啊，就是说不会什么你资金放在里面，这公司跑路了什么，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啊。但是呢，就由于他们的这种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点滑头吧，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有点滑头，对吧？因为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刻板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还是要，就是你一个大的公司啊，你必须要做到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风范，对吧？啊，你就不能去做这种感觉啊，就有点见不得光的这种事情，对吧？啊，所以呢，这也是啊，就是我从头到尾呢，我就没有选择富途和老虎啊这些公司啊，因为我说白了啊，就这种他们这种操作呢，也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觉得风险，对吧？就觉得有点这种感觉啊。所以话再说回来，你像盈透证券啊，还有嘉信理财啊，他们并不会这种顶峰啊去做这种事情啊，因为并不是说中国法律啊能够制裁他或怎么样。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爱惜他们自己的声誉啊，他们也会就是更有这种意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只是啊出生在中国啊，但是他后来比如说移民了，那么他也有海外的这种身份啊，那么他的税务根据地啊，他也是在海外的。那这些呢，就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安全啊。那么只要他税收啊，他就如实的申报啊，那么缴税，其实这些用户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这其实这些人其实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啊。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几年啊，这种情况呢会越来越严格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它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就随着它的这种监管的信息啊、互联网啊这些东西，就它的能力啊，就可能他过去干这些事情，他需要很多的人力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或者过去这个事情没有现在范围那么的广，对吧？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搞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人力啊也不需要花那么多了，因为现在都是系统，都是电脑计算，对吧？都是这个人工智能啊，所以他们比较容易的啊去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呢，就个人用户啊，就是再去就是一定要去违规操作，对吧？因为你想一想，你其实一个个人，你一定要去违规操作啊，你要对抗啊这么多国家的系统啊，还有这么多大的公司，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人啊。说白了，说简单一点，这些公司或者说这些国家吧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只是可能就是你一个个体，对吧？你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或什么，他也没有必要啊跑过来盯着你啊，就是说你是一个漏网之鱼啊，但他知道有你这条鱼存在啊，只是他现在没必要来找你，对吧？啊，说白了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如果你被发现了呢，啊，其实你是不值得的啊，不值得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就是尤其是金融投资理财，对吧？就你第一个最重要的，你就是要注意监管风险啊，因为如果你的账户都是不安全的，你的这些资金都是不安全的，那你这个投资理财还有什么意义呢？就你赚了再多的钱，比如说你前面是个一，后面都是零，他把你前面这个一给去掉了，你后面留下来的就全是零，对吧？所以啊，我觉得就是除非你就选择移民啊，就完全的合规的身份去干这件事情啊，就不要再有这种灰色的地带啊，这样你自己心里面也不踏实，是吧？啊，呃，好吧，那么今天呢，就关于这个呢，我就聊到这里啊，
也欢迎大家给出点自己的看法。